中坛上，然后后面的这一个是最后收到做早餐面。然后在西方，雾还有代表一种什么希望，因为雾开之后，对，就是有希望。所以其实这个当初会想要参加，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想了很多故事，也有画了一些图，可是因为在做书的自信上有点不足，所以会希望老师给一些建议，然后或者是来上课的时候可以得到比较多一点的资讯，让我有办法把这些故事跟图变成比较完整的书。我们画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选取一种风格来画图嘛。可是我们写文字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选择说，你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它，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写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看绘本，然后听绘本故事。刚好之前有一阵子都在参加绘本比赛，那我对于绘本的一些可能故事架构啊，或者说它怎么呈现，我对于这些比较没有一些概念，所以说就希望透过这样创作班，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些，比如说故事的架构啊，然后构图之类的这些方法。那它可能这只狗狗，它可能很特别。我觉得他们好像越上越来劲，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很投入。然后虽然我和唐唐老师只是尽量的，就是卯足了全力，尽量能够把我们给的东西给出来。然后常常我现在发现，可能他们也会有一点压力，因为毕竟你在创作过程中，你得到了回馈以后，回去可能会不知所措，因为在那个过程中你需要时间咀嚼，但他们并没有停下来。我觉得有燕老师他是很明确的会给我一些，比如说范例，就是我跟他说了我第一版故事之后，他就拿绘本告诉我说，就是他的写作方式是这样，就是找类似的这一些绘本给我看，建议也都非常具体。参考是一定要的，为什么要去看看别人做什么？因为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角度，越了解自己要干嘛的时候，越会站在一种熟悉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东西，有时候会盲目，或者是会自己活在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那去看别人的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原来类似像这样的处理的作品可以有这么多种的处理的方式。我觉得创作本身它会有一种寂寞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其实常常是产生于你没有办法得到认同，没有发表机会嘛。那我觉得好绘芽这个活动本身它提供了一些机会，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让创作他们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群组一样的，互相鼓励或是互相竞争。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循环。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来说插画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你依各种状况跟各种案子，不管就是它就是有这么大的弹性，它有可能很设计很明确但它也有可能非常非常的艺术这样子，所以我很喜欢插画的这种弹性。陈朱黎老师嘛，就是他跟我的经历比较像，就是他会去做各个不同的商业案类型，然后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我想要在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的一个可以参考的，就是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师，好像我知道有人已经走这条路，然后他做成像什么样子，就是有一个目标在。所有的动物它基本上它消失或者是它要搬家的时候，他们我觉得上那个王春子老师的课，就是他在找资料这一方面非常的夸张，就是他会找非常多对应的资料啊，然后也非常有脉络，所以就是也许我们在做绘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完全都靠自己的想法，可是在找资料这方面可能比较缺少有架构的去做这样的练习，所以透过他这样的课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要做很多延伸性的东西，可以帮助自己可以架设那个绘本的世界观。可能我们看绘本直接看的话，就是会比较都是自己的直观的想法嘛。那如果有老师，他会比较有深入的解析，就是写作方法，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去看这个创作过程这样子。我觉得收获比较多的是这样，然后也可以看到自己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绘本，就是有请很多讲师来嘛，然后那些讲师也都是涉猎到很多其他国家的作品这样，这是我自己
或者是其他人可能没有去关注到过的？还是这个是完成的散色图，一直在创作这些，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它的是有一种自我维持自己自信，然后自我疗愈的力量，就算不是要干嘛。那绘本对我来讲，就是它是一个我开始可以诉说故事，然后如何沟通的一个基础的方式。它对我来讲只是一个载体，但是最终回到，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培养用图像讲故事这件事情。黑白的。创作者是这个生态里面的一部分，一个生态要完整，其实它从创作、出版到这个通路、读者这些地方都要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对好绘芽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其实是觉得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的，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思考，很期待好绘芽这个活动能够一直持续，或是它能够再想到更多可能可以去衍生的课程啊或活动，我觉得这个都很棒。